不愧是纯阴之体，竟让我的修为一下从炼气3层提升到5层。夫君，昨晚你很温柔。梅姨传授的8仙过海绝技，果然厉害。五小姐玄阴之体即将爆发，通知下去，不惜一切代价，1日内务必找到纯阳之体。穿越到修仙世界20年了，狗日的系统还不来，那让我穿越过来干鸡毛啊！检测到宿主怨念极重，觉醒多子多福系统，只要宿主娶妻生子，就能变强，开启新手大礼包，奖励先天纯阳之体。检测到附近有玄阴之体出现，宿主若能与之双修，将获得高级奖励。哼，筒子哥，你总算来了。柳家到处寻找纯阳之体，我的机会，这不来了吗？没管事，纯阳之体找到了，将身上衣袍尽数脱下。气若真龙，果然是纯阳之体，太好了！五小姐的寒毒有救了。纯阳之体是极其罕见的双修之体，事关五小姐的生死安危，我需要先检测一下。你先到我房间来一趟。好看吗？哎，老了，以前男人看我都勾魂。来吧，让我见识一下纯阳之体的厉害。这不太好吧？我也是为了五小姐负责。你放心，梅姨的手段会让你欲罢不。还愣着干嘛？过来呀！传说中的纯阳之体真让人眼馋啊！梅姨，我要压不住了。不愧是纯阳之体，与他双修之后，我的修为竟也精进了许多。我的修为竟直接达到了炼气3层，不愧是系统，看来以后要多多努力了。梅姨，你刚才的8仙过海真是太厉害了。你要是喜欢，梅姨我还有更厉害的呢。那我可得试一试了。那还等什么？小姐第一次，你务必怜惜。放心吧，梅姨的技巧让我受益匪浅。去吧。这五小姐还真是人间尤物啊！我这是第一次，夫君怜惜些。不愧是纯阴之体，竟让我的修为一下从炼气3层提升到5层。夫君，昨晚你很温柔。梅姨传授的8仙过海绝技，果然厉害。夫君，我体内的寒毒竟然真的解了。和你的玄阴之体一起修炼，我也得到了不少好处，修为提升到了炼气5层。夫君，看来纯阳之体和玄阴之体乃是天作之合，彼此双修能给双方带来巨大好处。娘子说的是，那不如我们继续修炼。那我再帮你巩固一下境界。小姐，4小姐来了，请你过去。知道了。先不管她，修炼为主。夫君，柳家女尊男卑，见了姐姐，不该说的别说，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需要修炼资源，可以跟我说。放心，都听娘子的。姑爷的纯阳之体，连4小姐都引来了。4姑爷先天有缺，这些年日子也过得寡淡，哪里抵挡得住纯阳之体的诱惑？见过梅姨。4小姐来了，这位就是玉瑶的夫婿，好生俊俏的公子，还是传说中的纯阳之体。陈青言，今天晚上来我房中如何？夫君不必理会。五妹，
看好你的夫君，小心哪天被姐姐我掳了去。走吧。玉瑶，你筑基成功就能去七云阳峰内门，还能去主峰开洞府。柳家老祖是元婴期大修士，柳家嫡系筑基就能进内门。等我筑基，带你去主峰洞府，那里灵脉比刘府强10倍。我们一起努力，勤加修炼。姑爷，这是您要的制服材料。系统奖励了我2阶符师，正好试一试。符师在这个世界地位极其崇高，有系统在，我迟早可以成为高级符师。制服。哎呀，不愧是系统，这制服的成功率竟然达到了100%。夫君，制服的成效如何？对于我这个2阶符师来说，地裂符小菜一碟。这是我在藏书阁取的双修功法，咱们都能受益。双修功法？那咱们试试。昨晚双修后，丹田多了个气团，加以炼化就能提升修为。修为已经提升到了炼气6重。玉瑶，你突破了。炼气8层。夫君，今晚修阴阳归元功第2篇，凤舞9天。好。夫君。啊？我找你有事商量。你觉得四姐好看吗？四小姐自然是好看的，不过你问这个干嘛？若是要你与四姐双修，你可愿意？这是四姐的意思。四姐是魅火灵体，她夫君跟她双修从未成功，她修为要退了，马上要回故土。你双修天资好，可不可以帮帮四姐？可是那是你四姐啊。没关系的，蓝城的散修都有几房妻妾的。那都听娘子的。小姐在里面，姑爷自行进去。磨磨蹭蹭做什么？我又不吃人。炼气6层，梅姨果然没骗我。四小姐，装什么正经？过来。连玉门都过不了，不过倒比周彤强点儿。魅火灵体，四小姐，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梅姨是什么人，我比你清楚。你若帮我破开魅火灵体的玉门，我不仅不告诉小妹你和梅姨的关系，而且还能做你道侣。但你若不答应，那就看我心情喽。在下一定尽力。四小姐，这好像不是龙仙丹吧？一定要助我破开魅火灵体。夫君，多亏了你，我的魅火灵体终于破开了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魅火终于释放，再筑基肯定受到青睐。你给我服的到底是什么丹药啊？我现在感觉跟散了架一样。夫君，还想再服一颗？你这是想要我的命啊！这是什么丹药啊？竟然让我倦意全消，元气充沛。之前的降子丹已经比龙元丹更高了，这次是什么呀？下品5阶丹药，是我娘亲给我的，本想筑基后服，可之前的丹药对你反噬大，便给你了。就算你4系伪灵根，也能筑基。5阶丹药，青阳仙宗丹峰才1位5阶丹师，炼制这个难如登天呐！据说你可还行啊？四姐终于破开魅火灵体了，你不介意啊？怎会？那我去偏房修炼制服。炼气7层，不愧是5阶丹药。
药性炼化比灵液快了数倍。玉瑶的灵根数值在涨，服食经验快到2斤5成了。玉书闭关怎么样？也不知道有没有筑基成功。夫君，恭喜你突破到炼气7层。玉书，你出关了，筑基期。夫君，多亏了你，妾身才成功筑基。夫君不必介怀，我跟小妹已经商量过了。周彤已经离开兰城了，你是我们姐妹共同的夫君。娘亲要在元宵节召大姐、二姐、三姐回来办筑基宴，年后4姐要去青阳仙宗主峰修炼。那我今天去膳房。玉书突破了筑基，我修为也有进步，今天值得庆祝。我已让小青去醉仙楼带酒菜了。小姐，我回来了。年前完成纯阳之体有点难，还得找梅姨。等玉书走了，再去丹东。夫君，怎么醒这么早？我资质平庸，得勤加修炼，才能跟你们长相厮守。我年后会去一趟青阳仙宗，会传讯给小妹，到时候你一定要来。嗯。暂时离开一段时间，夫君勿念。一切小心，浮生无量。四系伪灵根，炼气7层。抬头，姑爷，是3小姐。陈青言见过3小姐。哼。哎呀，你们2个进攻用意志炉鼎。3姐，怎么了？不可以吗？玉书，你虽成功筑基，但是你这魅火灵体似乎……那个陈青言竟然助你破开了魅火灵体。我之前死活无法筑基，现在成了。3姐这么缜密，应该想得到吧？看来是我小觑了这个陈青言。3姐，你匆忙赶回来，是发生了什么变故吗？没什么变故，娘亲那边应该有消息了。玉书，大姐、二姐在闭关，没办法参加你的筑基宴了。不过他们让我给你带礼物来了。你这炉鼎是不错，怎么修炼才到炼气9层？还有，你修炼的什么双修之法？3姐，我们修的是阴阳归元功。什么？你们俩疯了吧？娘亲知道吗？这陈青言不过是4系伪灵根，蓝城一抓一大把，你们要和他长相厮守？别忘了，你们2个可是柳家嫡系。3姐，你有大姐和2姐撑着，我和小妹只是修炼慢些，用得着动怒吗？筑基中期的威压果然可怕，吓得胸口发闷。姑爷，小姐说宴会还有一阵子才结束，特意让我先回来，给你带了灵酒。宴会上都来了什么大人物？可多了，兰城的几大商会、仙宝楼、丹青阁的人都来了，其余8城也派了代表，全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女儿见过娘亲。宾客都送走了。其他几个世家太欺负人了，大姐筑基宴派的都是嫡系长辈，我这就只有几个主事，我们柳家是不是真的要没落了？统一行事，肯定是得了什么消息。玉瑶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他们定是得了什么消息，才派这些人过来的。老祖元婴大劫将至，要陨落，8家都知道。柳家除了他，就我一个堆出来的金丹。老祖真的要不行了。1个月前，老祖传讯，青阳仙宗内部要变天。我是内门弟子，我怎么不知道？青阳高层的博弈，你一个内门弟子能知道什么？那是什么变革？高层分主战、求和2派。当年离开的主战派，现在要回来夺宗主之位。他们夺位之后会干什么？
废长生世家，掌控9座古城，还有蓝城和矿区出现大量魔修，我派梅姨去了。主战派和魔道勾结，不可能，仙魔水火不容。娘亲，柳家的双修功法绝伦媚术，和当年合欢宗一样。你去过藏书阁第4层，不错，柳家是合欢宗分支。娘亲，当年先祖头青阳逼合欢宗灭门，换了长生世家名号。魔道知道先祖背叛，岂会放过柳家？四姐说的对，若主战派和魔道勾结，老祖早安排了。玉莹年后回青阳，玉书留兰城，玉瑶由梅姨送离青阳地界。娘亲，我不愿离开。你活着，柳家血脉就不会断。听话，这是最……玉书、玉瑶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夫君，柳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，年后咱们说不定要离开兰城。柳家背靠青阳仙宗，这危机从何说起啊？这危机波及9大长生世家，还包括青阳仙宗内部。原来长生世家也靠不住啊！我得赶紧修炼，不能拖累他们。夫君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资质太差了，我想努力修炼，免得成为累赘。夫君，真若出事，会定护你周全。姑爷，梅姨昨晚回来了，她受伤了。伤得严重吗？夫君，我要……你不是受伤了吗？无妨，皮外伤而已。柳家矿区附近有魔修，主母让我去镇压。青阳仙宗地界内怎么会有魔修？兰城势力错综复杂，你是赘婿，更要提前准备。我能送你离开兰城，柳家的底蕴不简单。今日我就帮你彻底清单毒。52阶可升级，玉树丹师也能升了，可我还是炼气8层，玉瑶都10层了，筑基得2年，只能靠符道了。夫君，大清早的有什么喜事啊？为夫符道顿悟，有望晋升3阶。3阶符师，柳家才2位3阶符师，夫君年纪轻轻，有这天资。为夫入赘之前运道极差，遇到你们之后，符道才顿悟。现在能炼制3阶灵符，也算是为柳家做点事情。夫君符道顿悟，晋升3阶，我们要不要庆祝一下？好。升级。这股能量往泥丸宫钻，对纹路感知更敏锐。2阶灵符有7成把握。成了，终于成。夫君，你制出3阶灵符了？哦，耗费10几个小时，勉强成了一张龟甲符。夫君，恭喜你！得好好庆祝庆祝。对啊，夫君现在已经是3阶符师了，我们不得好好庆祝一下吗？你们想要的，为夫应。炼气9层，这速度比3系列。夫君，我和四姐找你。夫君，你突破了，刚突破炼气9层，4系伪灵根而已，竟然敢在我前面筑基了。夫君，如果柳家出现变故，你会不会抛弃我们？我对你们姐妹2人此生唯一。不要说了，我要一直陪着夫君。道侣领玉瑶，情有独钟。夫君，不许忘记今天说的话。不会。兰城年后，大量魔修涌入，在夜幕下大肆行凶。数日之前，梅姨带柯青和下人遇袭，下人全死，柯青1死3伤。梅姨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也受了重伤。那柳家接下来什么打算？向青阳仙宗申请援助，可仙宗内部混乱，希望渺茫。母亲说，下个月初让梅姨带小妹离开兰城。你福道天资好，我们想带你见见母亲。如果母亲同意的话，你也跟小妹一起离开兰城。那你呢？刚筑基成功，也要留下来。
我因终极宴会被魔门惦记，走出刘府会拖累你们，甚至还会加剧危机降临。玉书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一定要活下来。我现在修为低微，等我修为突破，我一定回来救你们。夫君不必记挂我，只要你能跟小妹好好的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会的，我一定会回来。合欢宗的规矩就是在我刘府动粗吗？哎，刘家主啊，您误会了，我二人是来商议的，绝不会强抢功法。若是不愿，我宗愿用同等功法来置换。刘家靠青阳仙宗还有那老不死坐镇，刘府还有巨型法阵，咱们打不起。是在下鲁莽了，还请柳家主见谅。哼，我柳家老祖虽有变故，但为陨落，刘府法阵元婴期来了也得狼狈逃。柳家功法，你们休想！送客。两位前辈，请。哼。梅姨，你明日带所有客卿镇压魔门弟子，他们竟敢闯刘府，兰城再有人造流血，直接镇杀。主母，你这是要和魔门结仇啊？你们先下去吧。若容，你我情同姐妹。青阳仙宗在后山发现上古遗迹，主战派和求和派早联手魔门探索，借他们收九城、开荒，一举两得。那老祖呢？老祖不是修炼出问题，他是要放弃柳家，去遗迹里寻突破。那玉瑶、玉书要提前送离。是，玉书也一起走。还有你，别再回来。主母，我要留下来陪你。若容，这是柳。女儿请安。小人陈青岩参见主母。你便是陈青岩？正是在下。抬起头来。梅姨眼光不错，你这面相气质，青阳仙宗也难寻。这般年纪突破炼气9层，还生了3节符师，令我刮目相看。主母居然知道我的事，连这些细节都清楚，全凭柳家资源。你们的事儿，他们带你来的目的，我都清楚。这是什么？竟然离完功？烙印记，你突破金丹便消，离开兰城后，善待玉书和玉瑶。娘亲是在为我们铺路。回禀主母，小人定不辜负。退下吧。是。娘亲，我真的也要离开兰城吗？危机棘手，你和玉瑶必须走。那娘亲会不会有危险？为娘金丹期，自保没问题。秩序恢复后，坐仙宝楼云船去越国泽城，不会暴露身份。可我们不想离开你。对，傻丫头，要知进退，还要提防陈青岩，他进阶太快，怕有秘密。出发。梅姨，我们以后还能见到母亲吗？主母嘱咐，安心离开，等安全之后，她会来找我们的。收好仙宝楼信物，船资已付，玉符能登船。道友贵姓啊？需登记姓氏。只凭信物还不够啊？方便管控。臣带陈道友登船。各位请跟我来。要离开兰城了。终于到泽城了。之前跟夫君双修，自然就能炼化气团，单纯修炼太无聊了。修炼要先修心。等找到落脚的地方，我就能跟夫君双修了。走吧，先去找落脚的地方。走吧，再这么修炼下去，我人都要憋坏了。走吧，下城去看看。泽城有仙宝楼分部，若有需要，欢迎来寻。梅姨，我们要不要先去找个客栈？泽城是灵犀宗下属，魔修众多，直接去执事堂租管控小院，省麻烦。好，那我去问问路。3位道友第一次来泽城吧？需要帮助吗？滚！呸！梅姨，刚刚那个人谁啊？炼气7层的结修，身上有血腥气，构不成危险。结修，越国魔修甚多，底层结修心思歹毒，我们要时刻提防。
东陵山矿区还差2个名额，需炼气5层以上。管事，我们是来租房的。东青巷半年20块下品灵石，清泉巷30，灵溪巷50。我们租灵溪巷的小院。责城有魔修，每日有时出，开防护法阵之后不得出入。拿好你们的令牌，灵溪巷17号院就是你们的了。啊！我去处理跟来的劫修，你们先进。梅姨小心。梅姨不会有事吧？梅姨是筑基后期，劫修不足为虑。哟，17号刚搬空，就有人住进来了。在下陈青岩携妻妾入住。奴家潘景云，风月阁风尘女子。陈道友妻妾虽明艳，可我风月阁女子身怀房中之术，陈道友随时可以来体会。潘道友，前阵子吴道友要筑基，去了趟风月阁，败尽家财，连炼气12层都没了。这陈道友刚搬来有妻妾，你这么说，不妥吧？老家伙，不懂内情别信口开河。风月阁不强求，倒成魔窟了。有时都到了，梅姨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再等等。梅姨追劫修去了，现在法阵开了，连门都进不来，怎么办呀？赵道友找我有事儿？想找个人说话，资质有限，突破无望，只能苟延残喘。陈道友第一次来泽城，没说过不能提南城的事。越国乱得很魔门耸立，泽城用不了多久会更乱。何出此言啊？10年前，灵溪宗和血刀门在南桥山血战，灵溪宗唯一的元婴修士重伤，快撑不住了。血刀门和七煞宫要联手讨伐，灵溪宗可能要放弃泽城，到时候魔修就全涌进来了。泽城要乱了，梅姨还没回来。夫君，梅姨要是出事了怎么办呀？放心吧，梅姨当过刘府管家，应付得来。咱们刚从兰城逃到泽城，梅姨要是出事了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放心吧。无需担心我。若柔，你没事吧？没有，明日法阵关闭，我便回。梅姨没事就好。夫君，咱们好久没……这段时间柳家的事儿，让他们无心双修。灵溪宗变故，泽城修士哪有安稳？我得赶快筑基啊！若柔，你怎么了？进房说。若柔，你受伤了？上我的法器有毒。那我该怎么？快，毒快压制不住了。我这……再剩2寸。还想跟我那个？没有。想也不成。我余毒未清，你沾上的话，顷刻化脓血。昨天晚上遇到什么了？栽在了劫修手里，那厮竟随身带着护灵符，引来了2个筑基魔修，靠偷袭我才逃回来。泽城要乱，赵道友传的消息，灵溪宗能立这么久，必有底蕴。赵括他危言耸听，没杀过人吧？运道好，但在这修仙界，仅凭善意是走不远的。仙门都是枯骨堆出来的，里面有辟谷丹、修炼丹药和法术书。我要闭关，你和玉书安心练。有事传讯我。夫君，梅姨出关了。好，我马上到。梅姨，因祸得福，我找到了结丹契机。太好了！结丹动静大，以防万一，我得去泽城外闭关。结丹风险大，那越国魔修那么多，被偷袭怎么办？夫君说的对，无妨。
夫君，醒了，今日便要走。结丹契机千载难逢，耽误不得，不然今生别想生金丹。结丹之后，还要再去柳家、兰城主母那边看看。我走了之后，你对玉叔、玉瑶得强势点。玉叔性子急，玉瑶呢太单纯。玉叔聪慧，应该不会乱来。但愿如此。我送你。不用，我怕离别，别让他们知道。我陪你。切记，筑基之前别去泽城。你小心，我们等你一起回兰城。陈道友经历大好呀，左有2位妹妹，右有妻妾。若愿意，奴家也能服侍你，做个妻妾。泥塑木雕，无趣。夫君，梅姨走了。梅姨不喜离别，所以没叫你们。越国这么乱，梅姨要是遇到魔修、劫修……梅姨打小就在刘府，什么没见过，别担心。等我突破到筑基，便以服侍的身份去仙宝阁打探兰城的消息。我也是筑基期，我可以陪你去。夫君为何不让？泽城魔修多，而且灵犀宗可能会设局。梅姨说这儿比较安全。那等我和夫君筑基出去比较稳妥。灵犀校1日后关闭法阵，预付1年房费，要住付钱。要走去执事堂，我这儿有辟谷丹1枚，3颗下品灵石。为何突然关闭法阵？哪来那么多问题？哦，这是房钱。2阶符师。哦，半年前晋升的，突破无望。灵犀法阵乃是灵犀宗老祖布下，金丹修士也进不去，你安心修炼。哦，前辈，这个是一点心意。我这儿有辟谷丹，药效是烧会2倍，要不要来点？哎呦，这预付了房钱，唉。夫君，什么情况？灵犀校要封禁1年，泽城要乱了，这么快？法阵是老祖亲手布置的，安全，我们可以继续住。陈道友，有多余的灵石吗？我这刚搬过来，也没有了，只剩一些买灵米的了。我还得养2位妻妾呢。实不相瞒，老夫是丹师，想借些灵石买炼药的丹材。赵兄可以钻研符道啊。我昨天听你和灵犀宗的弟子讲话，你是2阶符师。我是3阶，但责成凶险，怀璧其罪，我得低调。我当年苦练丹道，终究没踏过资质坎啊。灵犀宗客卿啊，要3阶，3阶符师也能当客卿？责成将乱，要不要带玉叔、玉瑶去灵犀宗？这玉瓶里是10颗辟谷丹，我换你的护身灵符。防御法阵开后，房客要生事。没问题，我答应。内部起冲突，我们要联手。干！夫君，赵道友说，法阵开启后，灵犀巷里面的不简单，得防。我已是筑基期，还有柳家护身法器，谁敢来？你们2个身份敏感，能避则避。我有分寸。我是3阶符师，2阶灵符手到擒来，带着材料也够，换辟谷丹不亏。赵道友，我今日去城内。防御法阵开启了，比我想的还快。走，我们去看看情况。防御法阵开了，灵犀宗啊，没失信。赵道友，你在泽城遇到了什么呀？哎呀，差点没回来呀！仙宝楼出来被魔修羞辱，
回来路上被劫修尾随，则成现在魔修明志行凶，邪修遍地。今早灵溪宗的执事堂撤了，这2天新住户不少，灵溪巷要乱，你得抓紧制服啊！您放心，1个月之内，我定会把你的符治好。今早制了3张地裂符，3张冰冻符，承诺照破的是3张地裂符和2张冰冻符。下午再试3阶龟甲符，为了不暴露3阶身份，只能推迟到1个月后。2阶丹师制丹都要半月至数月，你1月就能制好符，够厉害。方才那他说想要置换一些灵符，感情你是符师？几阶啊？勉强2阶吧。如果你要置换2阶灵符的话，也可以置换。置换？奴家只有这副身子，用身子换，怎么样？我先给赵兄做完，送你几张吧。那便先谢过。中品灵根2390，符师感不加62，到3阶了。柳玉书的纯阳玄体掌啊，丹道感悟，够升1阶丹师，不错。哎呀，这么早，在这干嘛呀？开始了。什么开始了？赵兄，一大早就在这儿啊？哎，昨晚有斗法动静，没敢出去。哎，我托你做的灵符怎么样了？昨晚我用了隔音符，根本没听见这些动静。给我几个时日，很快就做好了。灵溪巷啊，越来越不太平了。我想先取走灵符。院门开了，法阵就关了，再给我些时日吧。那你做好了，知会我一声。哎，昨日傍晚有人在院外逗留，这灵溪巷怕是真的不太平了。赵兄，你要的灵符我做好了。哦，我回房去辟谷丹。得防着点，先把3阶龟甲符。陈道友，是我呀，开门吧。赵道友，你拿好啊。让我进去坐坐吧。不好，他的声音怎么变阴了？赵道友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实不相瞒，我曾是劫修，筑阶后突破无望，则成大乱，只能重操旧业了。他是筑阶期劫修，我炼气期根本不是对手。实不相瞒，我就是个散修，身上没贵重东西。有没有宝贝？我本没想动你，劫修金盆洗手后，基本不参与争斗。可我要升3阶丹师入灵溪宗，交了1年房钱，就穷得见底，只能对你这肥羊下手了。我早说你不是什么好鸟，陈道友，心思单纯也该有个度，别轻信于人。我没法器，没术法，只能找玉树。都怪我经验少，以为低调就安全了。哼，2阶灵符也就对付炼气期，我是筑基中期。嘿，对面住的赵括是个劫修，他现在闯过来了。玉树，有没有什么厉害的法器？就他一个啊。他是筑基中期，但气血真元衰退，最多只能发挥初期实力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七彩毒针，3姐给我的法器，即便是金丹初期，被刺中也得毒发身亡。陈道友，别反抗，我给你个痛快。你那2个妻妾，我来给你照顾。小丫头，还不死心？哦，死了？
应该死了吧？赵括倒被你解决了，报应。他荼毒散修这么多年，也算是因果报应。这节修储物袋怎么那么旧呢？这也太穷了吧，怪不得重操旧业呢。陈道友，见者有份啊！赵括是节修，储物袋里有好多宝物吧？要分就过来取。奴家修为低，怕着了你的道，下场不比赵括好。炼气期2阶符师，还可能是毒师，之前小觑你了。夫君，你突破炼气13层了，我也到筑基中期了。我也要筑基了，法阵关闭前肯定能成，咱们能去泽城了吧？哎呀，委屈你们住这小院子。夫君，有你在，哪里都是家。那等玉瑶筑基后，法阵一关闭，咱们就去泽城。这段时间我攒了3张3阶护灵符，到时候再买一些法器，还有秘籍，路上没人能伤得了咱们。总有一天，我要带你们踏遍仙山，看尽这修仙界的繁华。小妹，筑基别留隐患。是啊，玉瑶，听你自己的，别着急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我会认真的。4季尾灵根又如何？纯阳灵体加疏通经脉，筑基后定能赶上玉瑶。夫君，你总算出关了。这2个月我和四姐天天守着，就怕你出事儿。灵犀像不太平，白天有法力波动，像有人斗法。走到阁楼说。潘姑娘近日没出门。前几日我还见她在巷口，这几日没什么动静。夫君先回房间，四姐说的事情挺急的。这是3阶更金刀法，适合你筑基用。这灵犀巷到底怎么了？前些日巷口王掌柜家出现法力碰撞声，潘姑娘家背借灵力不给，便要破阵法。我们家前3日前门也被敲得咚咚响。我和四姐躲在屋子里，都不敢出声。我今天晚上做一些3阶灵符备着。我是筑基期，小小们不敢乱来。我传你掌心雷、风刃术，玉瑶会冰锥术，我们3个是筑基期。终于画好这第3个符咒了。这是雷光符，堪比4品下阶攻击符。夫君都累成这样了，为了你们，这点辛苦算什么呀？2阶丹师升级，再升3级，3阶先天真火，炼气期碰着变成灰，筑基也能烧。我听那人说，有人要破我家小院的阵法，真有人能破呀？有个阵法师，潘建云是风月阁的，背后可能有合欢宗、灵犀巷法阵会计佛，他们不敢动他，可他会不会是同谋？陈道友，多谢告知。陈道友，为何他们跳过我这院儿，偏偏针对你们院儿啊？问了也未必真话。不如回去守着玉书玉瑶。四姐怎么办？夫君怎么样？潘建云什么有用的都没说，咱们得严阵以待。他们随时进来，我去准备一下。这黑袍人眼神像恶狼。好恐怖！时刻避孤丹，现在交出来，否则明日破法阵，让你们死无全尸。梅姨留的丹够吃2、3年，可开门就会被搜刮干净。
不能开。在下手中也没有了，家中还有2位妻妾要养，手中实在没有多余的了。灵犀香阵法一破大半，有人连妻妾都吃，你想试试？拼了！这3阶上品雷光符能拦金丹初级，希望能吓住他。我乃3品符师，这是雷光符，你可认得？不想受伤，赶紧走。青岩哥，怎么样了？他们暂时走了，不过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一定会回来的。今晚不能睡，得守着。夫君，我们陪你一起守。今晚肯定不太平，要是他们破法阵，有人在破小象法阵，怎么办？没办法，搏一搏。你叫醒余瑶，我下去，有手段就是。各位道友，当真要拼个你死我活？我是筑基期，灵觉敏锐，才感应到法阵波动。小焰一破，今晚肯定要生死战。修仙界底层都知道，对上劫修，要么鱼死网破，要么生死道消。之前和玉书姐妹商量过，雷光符能出其不意，重伤一人；七彩毒针能瞬息杀一人。之后我退主房，等他们破门，再抛雷光符，用护灵符、龟甲符互生死拼。第一次斗法，又惊悚又不安，还有点激动，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乖乖束手就擒，不然生不如死。我劝你们离开。你有雷光符，但我不是单枪匹马。我能炼制出雷光符，你们怎么就知道我们有高阶法器？不想争斗，可怎么找上门了？他动雷光符，你们就从两侧压，别给穿血。快退！他有可怕法器！太险了，幸好这银针管用，不然躺着的就是我了。第一次杀人。夫君，什么情况？到里面说。那些人暂时走了，今晚小心，万一回来。这次是我第一次杀人。你也是为了保护我们。今晚得守着，不能放松。夫君，一夜没睡。没事儿，他们没来。终于太平了，终于太平了。陈道友，大名鼎鼎的邪修裴金虎竟死在你的手里。他有不少劫修朋友，知晓后不会善罢甘休。潘锦云故意危言耸听，裴金虎的同伙当时都逃了，哪里会有人寻仇啊？这个女人心思深沉，得提防。法器没毁坏，只是有人篡改了法阵轨迹，有些手段。灵根资质加15，符师、丹道感悟都涨了，终于恢复正常了。先去执事堂，再去仙宝楼找梅姨消息。灵犀宗2位元婴大能把血道门、七煞宫打残了。魔门一个元婴死了，一个重伤。灵犀宗现在能比2流宗门？泽城暗流涌动，得小心。但是梅姨的消息不能不找啊。夫君，灵犀宗藏着位元婴大修士，把2道魔门坑了。
越国势力杂，越国势力杂，灵犀宗早就在布局。夫君，灵犀宗藏着为元婴大修士，把2道魔门坑了。越国势力杂，灵犀宗早就在布局。蓝城回不去，青阳仙宗也拜不成，咱们拜灵犀宗吧。等梅姨回来再说。灵犀宗围上血道门余孽了，咱们去看看。泽城刚安定，漏网之鱼多，办正事要紧。夫君说的对。敢问贵阁收不收3阶灵符啊？这是道友亲手做的。正是。道友请上楼。好。敢问道友乃是几阶符师？3阶符师。3阶便可制出雷光符，道友天资过人。李道友何出此言啊？仙宝楼招纳客卿，3阶普通，4阶2等。说道友入楼，不仅有灵犀宗等同资源，还有元婴期大修士讲道。元婴期大修士，仙宝楼竟有这般底蕴，此事关系重大，还请道友容我考虑一下。泽城分部一直在此，想好了随时可以来。我想打听一下1年前青阳仙宗蓝城动荡，我有挚友在那里，如今蓝城如何？青阳仙宗默许魔门入城，柳家覆灭了。那柳家主母呢？这位是？他们是我的妻妾。没听说过，多谢。那灵犀巷法阵开启前离开的梅若荣，仙宝楼有消息吗？法阵开启后，郊外天天大战，查不到。多谢。陈道友若还有其他事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1张雷光符和2张护灵符就能卖70块下品灵石。夫君，你这个3阶符师可真厉害。我能成为3阶啊，多亏了柳家，现在也筑基成功了。夫君，你现在又买炼丹炉，又买灵药，是想成为丹师吗？能成为丹师最好，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丹药进行修炼了。在想主母。柳家没了，老祖宗不管，我怕母亲出事。母亲是金丹期，还有老祖给她的秘宝，不会有事。夫君，我已经凝炼金丹，需稳固境界，过段时间归来。梅姨结丹成功了。夫君，那我们能回蓝城看母亲了。主母还活着，一定能重组柳家的。为母亲，为梅姨，我们庆祝一下吧。夫君，梅姨说过段时间回来，这都4个月了。梅姨是金丹期，处理柳家事务不会有事。我也是筑基中期，在这里修炼需要花费更久。灵犀巷灵气稀薄杂乱，适合筑基枸杞，确实不适合长期突破。陈道友，2位妻妾没同来。他们勤于修炼，我想咨询一下，加入仙宝楼，你们是否提供修炼场地？陈道友的意思是，灵犀巷灵气稀薄杂乱。招客卿要考核和高层面试，这我做不了主。那帮我答疑解惑。可是真心想要加入，就算没有决心，咨询一下也是可以的吧？成为客卿可以更换修炼场地、高阶灵符样品、3阶以上丹方、制符可得灵石。贡献值是卖灵符得的，3阶1张1点，4阶2点。总部有元婴修士坐镇，1等客卿能听元婴讲道。元婴修士还能听讲道？仙宝楼这么恐怖？你是3阶符师的佼佼者，总部重视。楼内有6阶符师，你50岁内必进4阶。6阶符师，仙宝楼太……此事关系重大，我想考虑一下，和我的妻妾商量一下。好，仙宝楼的大门永远为你打开。2位，告辞。姐姐，他也太不识好歹了，若非福道资质高，想进都难。你知道他修为吗？难不成是筑基啊？对，筑基初期。3阶符师这么年轻，筑基怎么可能啊？他从蓝城来，若只是散修，不可能又筑基又成符师。
难不成是柳家小姐的炉鼎？她能脱身，某方面的造诣不低呀。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怎么，你对她有想法？没有。昨日在泽城被潘锦云带人围堵，带了5、6个修士，我用3阶虎符才逃出来。近期绝对不出灵犀巷，等梅姨回来。潘锦云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巷里最安全。符师经验够了，可以升4阶了。30岁的4阶符师，哪个仙门会拒绝呀？哼，玉瑶、玉书也能跟着我沾光了。4阶护神符，可以防金丹期攻击，就练这个。头要炸了！夫君，修炼出事了，是不是反噬了？今天试做4阶护神符失败了，昏迷到方才行。那以后别做了，我怕你出事儿。4阶符引天地之力，失败必遭反噬。夫君，你修炼到4阶了？差不多。明日起，我守着你修炼，以防不测。是好，歇息吧。夫君，今日反噬，身子还能行吗？反噬的是精神，一试便知。夫君，你会不会厌了我和4阶？我像是那种喜新厌旧的人吗？歇息吧。要是有仙门笔记，说不定能避开反噬。以后有玉书手。夫君，这么早？制服，反噬最多昏迷几个时辰。你歇着吧。等回兰城，让3姐他们也做夫君的道理，好不好？小丫头片子。我先去偏殿，你书写好了下来。嗯。那妖女没为难你吧？护神符能够克制她的媚术，只要吃够了，她奈何不了我。换以前我早抽她鞭子了。我要开始了。我守着你。夫君，夫君，夫君。这是晋升4阶符师的标志。夫君，你身上的银色灵符异象破碎会遭反噬，在泥丸宫内可以滋养神魂。有家藏书阁有关于符道的记载吗？我没看符道书。耗费了这么久，终于4阶符师了。4阶符师嘛，除了英俊也没什么特别的。无论是4阶符师还是5阶符师，都是你夫君。小妹。夫君已成4阶符师了。你是4阶。离开兰城，母亲也没消息了，梅姨也走了。元婴期老怪物，我想回去看看。梅姨何时归来？明日归来。梅姨，你怎么这副打扮？梅姨，发生什么事了？
夫君呢？夫君刚升4阶符师，正在偏房制服呢。回房说。夫君，梅姨要死了。梅姨中了7煞宫灵煞蛊，闭关压制失败，最多只能活2个月。梅姨，你有办法压制灵煞蛊吗？代价太大了，我们承受不起。我只是想看看你们。那仙宝楼呢？他们有什么法宝、丹药可以压制？夫君，仙宝楼实力远超你所想，或许能压住灵煞蛊，但要你加入做客卿，而且不能再加入其他的宗门势力。为了我，真的值得吗？若柔，仙宝楼曾几次招揽我，可是我原本想等你回来再商量一下。如今你命不久矣，若是仙宝楼真有办法救治你，我加入他们又何妨？你可是我的道侣，我怎么忍心看你去死呢？夫君，有你这番话，我便知足了。我曾在泽城仙宝楼大管家那听说，这仙宝楼底蕴非凡，你曾是柳家的主管，你可曾知道更多？仙宝楼不依附任何的仙魔势力，却让所有的仙门和魔门都忌惮，而且他的势力还遍布北天域的各大。北天域？青阳仙宗在的楚国，还有咱们之前所在的越国，以及毗邻的燕赵2国，还有4大国之间所有的未知区域，统称北天域。那仙宝楼和青阳仙宗比呢？不分伯仲，甚至更强。之前青阳仙宗发现了仙人遗址，曾让魔修去探路。仙宝楼还出了元婴金丹修士，和他们协议共探遗迹。那老祖宗放弃柳家，不是大限将至，是为了仙人遗迹。玉叔，你先别急。柳家老祖当年知道遗迹的事情，便抛下了柳家，去追自己的机缘了。陈青岩，纯阳灵体。晚辈陈青岩，不知前辈找我何事啊？跟老身去风月阁。我若不去呢？从灵犀巷出来，由不得你。就凭你，金丹期独修，咱们走。陈道友，蒲大主是何在？请随我来。你可听闻灵煞蛊？灵煞蛊是7煞宫最毒的尸蛊，金丹以下活不过1个时辰，金丹期活不过半年。仙宝楼可有办法压制灵煞蛊？有办法，7阶仙丹或6阶仙符。代价是什么？陈道友，你是4阶符师了。此符是我亲手所炼，若我以4阶符师的身份加入仙宝楼，不知可否换取办法压制灵煞蛊？得联系总部，我马上传讯。我具有纯阳灵体，被合欢宗盯上。纯阳灵体是合欢宗的至宝，他们马上要到泽城。今日仙宝楼有去雷城的云船，你带梅姨先去。雷城分别有传送阵，能悄悄离开。我先回灵犀巷，带玉书和玉瑶过来。你身体撑得住吗？撑得到灵犀巷。多谢蒲道友。你若加入，我还得靠你关照呢。陶红，去问雷城晕船的时间，告诉雷主事，没我准许不准开船。我先回去了。4阶符师总部肯定会同意，只是灵煞蛊的办法，希望能成。无论如何，一定。陈道友，马上到雷城了，你要是能成仙宝楼客卿，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。雷城比蓝城、泽城大多了。雷城属紫云宗，是北天域第1大门派，出过化神飞升修士。他对魔道的威慑力在青阳仙宗之上。那如果去不了蓝城，我们拜紫云宗也行啊。修炼一途啊，看的是天赋跟天分，要不然这紫云宗也不能只出1位化神吧。我同意梅姨的话。这小院的灵气可比灵犀巷浓多了。
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总部会派人考核。这位道侣是身中灵煞蛊吧？仙宝楼有办法压制吗？有，但是你得通过4阶符师的考核，升2等客卿，用贡献值做代价。明白。你们和合欢宗有过节，雷城不会限制魔门，住这里啊，安全。成客卿后，合欢宗会给仙宝楼面子。忘了说，老夫同志。以后你再也不用担心灵煞蛊了。夫君，你的情谊我始终铭记。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嘛。夫君，酸死了，酸得我牙疼。走吧。许长老，到泽城了。纯阳灵体，但愿风月阁没看错，得此体20年，我便进入元婴。我200岁，靠驻颜丹和秘法保容颜。纯阳灵体是进元婴的关键。许师叔，纯阳灵体值得你亲自来。纯阳灵体藏极精粹灵养之气，合欢宗双修后期最需这个，怪不得许师叔亲自来。来我灵犀宗地界何事？去找一位散修。找哪位散修？老夫代劳，绝不能让合欢宗进泽城，坏了灵犀宗。陈清言驻灵犀巷。稍后我去问。弟子拜见许长老。老身只为纯阳灵体，退下。陈清言昨日可能离开泽城。他是我灵犀巷的邻居，昨日没回来，还是符师，说不定在仙宝楼。退下吧。陈清言昨日离泽城，去了雷城仙宝楼帆布。若是寻不得纯阳灵体，那你们就永留泽城。考核之事有消息了？总部刚来消息，但情况有变。这事儿对于你来说不是坏事，是机缘。怎么说呢？总部一位6阶符师要亲自见你考核，但他不能来雷城，得雷主事带你去。6阶符师，要是能被他看上，符道认知肯定能更上一层楼。可我资质是金手指来的，能入他的眼吗？这位大人物眼光极高，你符道资质不错，但是也未必能被看上啊。就算他看不上你，以你4阶符师的资质，肯定也能通过考核的。我修炼资质弱，所以才钻研符道，能不能被选上，我都能接受。不过，这要去何处啊？楚国境内青阳宗下属青城。青城毗邻蓝城，正好带柳玉书姐妹回蓝城，问问柳家的事。咱们5时出发，你去准备一下。好，我之前乘坐仙宝楼云船，没见过这种防护法阵。法阵？这不是送你去考核吗？总部的大人物提前到了京城，这是为了加速才特地开的这个法阵。还有2个时辰到蓝城了。之前不是说明日才到吗？我这不是想让你多待几日吗？这几天这云船不停的加速。蓝城，你放心吧，吉人自有天相，除魔不会有事的。柳家怕是要不在了。只要人还在，其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。陈兄，咱们到了。多谢雷道。雷道友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我这趟专程护送的陈清言，陈道友。在下陈清言。韦立国，兄台走。陈道友他日要去青城见总部大人物，他日望照拂啊。运道好罢了。来，别废话，喝了这杯，有事就问魏主事。我家2位妻妾跟这个柳家有渊源，所以特地前来打探消息。前几日合欢宗联手魔门前往剿灭柳家，元婴老祖已经破了法阵，他们的客卿跟大修士全部战死了，主母现在也了无音讯，现在柳家已经成了风月场所了。梅姨，母亲还活着吗？
暂时不能确定。那母亲是不是已经……天医院有金丹修士，夫君能找到压制灵煞蛊的办法。我们应该等。回仙宝楼，主母生死未卜，我不会自寻死路。不要，我要一起找母亲。梅姨需要专心，我们回去等才能帮上她。筑基以下的滚，再浑水摸鱼，发配快去挖矿。薛师兄，之前允许炼器奇迹，现在突然抬高门槛，能不急？想活命的，滚！可以开始清算了。合欢宗薛楚，道友为何杀人？现在只是开始。快躲！若柔，我在刘府后方附近，你怎么样了？主母，看来我只能下一世再追随你了。哎，陈道友，别动他，现在全身都是毒，碰到就麻烦了。那也不能让他一直躺这儿啊。把这个含着。若柔。你先出去。雷道友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压制他体内的灵煞蛊毒啊？我从一本古书上看到过一种封印之法，但有凶险。就算再有危险，我也得救。我加入仙宝楼，就是为了压制他体内的灵煞蛊毒。陈道友，我没看错人。这本书可来之不易，你看完赶紧还我。哎呀，可别跟别人说啊。那个是5阶的符文，你4阶的修为就别强行学那个了，容易神魂受损。5阶封印类能封真元之气，更能封神魂。我要你以道侣灵身为止，断一张残缺的，或许能压他的蛊毒，但是对你的伤害极大呀。若容的灵煞蛊可能撑不过今晚。行，那我出去给你护法。若没有你，我根本熬不过柳家的丹毒，也走不到泽城。就算冒险，我也要你活下去。夫君，是你救了我。灵煞蛊爆发有多疼，他竟拼到这个地步。那自然是我陈道友制出的5阶灵符粗胚压制住了这灵煞蛊。可是，4阶碰5阶，轻则反噬，重则神魂破碎。也就他敢为你这么拼命啊。虚灵丹，温养神魂的5阶丹药。他日我定为夫君偿还。有这样的道侣，真是你的福气啊！晚辈陈青岩见过前辈。闭嘴，运功调息。
你才4阶初期，也敢碰5阶灵符？若非虚云丹，你早成活死人了。原来我差点死了，要是成了活死人，数字灭本还有什么用？要做我的弟子，必先成5阶符师。晚辈一定努力苦修，争取早日突破。滚吧！别再拿命瞎折腾。晚辈告退。夫君，你昏迷了3天3夜，我们好着急啊！夫君，我们都快急死了。夫君，若柔，你的灵煞蛊怎么样了？左老查过了，此阳血鬼蟒内丹，平时挂在腰间，2年内能断蛊毒生机。这2年我不能动用真元。又欠你人情了。嗨，我岁数比你大，你管我叫声大哥。仙宝楼，我罩你。雷大哥，哎，见外了啊！哦，对了，我那个考核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于老，仙宝楼的6阶符师，听说你制出了5阶的粗胚，还是个4阶符师，特地的允许你做2等客卿。多亏雷大哥。这个令牌你挂在腰间，省得遇上点什么麻烦事儿。什么责任啊、任务啊，以后再说。3年前，从青阳仙宗丹峰死里逃生，入赘柳家，和玉书姐妹双修，觉醒金手指。如今不过3年，竟成仙宝楼2等客卿，跟做梦似的。多谢雷大哥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我送你走。多谢雷大哥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我送你走。夫君，雷青林掌管仙宝楼物资运输，地位远在分部主事之上。你是4系的杂灵根，他是好必图利，万事要小心。我知道，我虽为2等客卿，不过有杂灵根的限制，符师终究是修士的附庸。你是4阶符师2等客卿，有资源，哪怕是伪灵根也能成。四姐，我是3系真灵根才筑基初期，夫君肯定比我先进中期的。你除了双修炼化灵经，可曾苦修？四姐胡说，我才没有。好了，既然若容的灵煞蛊已经恢复了，咱们出去走走。我同意。我也没去过蓝城，我这2年不能动真元。咱们出去走走。我同意。我也没去过蓝城，我这2年不能动真元，出去也不错。夫君，仙宝楼客卿不能入其他仙门。我这2年不能修炼，不能动用真元，不如开枝散叶，诞下资质好的子嗣，凭你的身份拜入仙门。你灵煞蛊没清，会不会对你有影响？这半年还不行，不过蛊毒清了就可以了。我现在修为尚浅，子嗣对我来说会是累赘，此事不急。我尊重夫君，今生道侣只你一人。道侣梅若容，情根深重，获得好感度提升50%。在下熊池，燕国灵魔宗弟子。哦，不知道熊道友找在下何事啊？我想请2位姑娘过去比酒。魔门子弟果然猖狂，梅姨不能出手，我和玉瑶未必敌他，只能用仙宝阁的身份先压压他。他们都是我的妻妾，恕在下不能从命。在下乃是仙宝楼2等客卿，还请给仙宝楼一个面子。哼！今日认栽，下次见面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凭借长辈硬币作威作福的废物，真以为自己资质卓越？你找死！今日倒要看看谁找死！青阳仙宗的青阳仙气，这女子最起码是内门弟子。刚被仙宝楼客卿用令牌赶走，现在又碰上青阳仙宗内门弟子。青阳地盘上，灵魔宗老祖的庇护可不好使。这青阳仙宗弟子怎么有些眼熟啊？此人到底是谁啊？应该是他，应该是2姐。2姐，柳家2小姐居然会在这里。她针对熊池，怕是因为之前熊池让玉瑶姐妹陪酒的事吧？这柳2小姐，柳家2小姐居然会在这里。她针对熊池，怕是因为之前熊池让玉瑶姐妹陪酒的事吧？这柳2小姐可真护短。2姐，就只有这些能耐？倘若只是如此，你今日必败无疑。哼，就凭你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
那是本命法器。柳二小姐的飞剑是本命法宝，凶持要是受损，病魔宗老祖肯定要发疯。宿主，咱们是不是要提前离开啊？本命法器对撞，必有一方重创。青阳9城有老怪物盘踞，尽早走。咱们赶紧走吧，别被波及。二姐怎么会在这里？玉清是明阳道人真传，因仙人遗迹来青阳，遇魔修挑事才出手。你说二姐会不会知道母亲的下落？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几位柳师姐，我家小姐柳玉清想与你们见一面。带路。二姐，柳家没了，母亲至今也下落不明。你要好好修炼，将来重开世家。我有魅火灵体，将来追上你，清算旧账。那你可得努力，不然我之前中了七煞宫的灵煞蛊，现在刚压制住，2年可清。他日去越国，我要七煞宫付出代价。不必，我亲自办。陈青年，见过二姐。怪不得玉瑶选阴阳归元法，长相英俊又颇有心机。之前小觑你了。我就是散修入赘，哪怕有金手指，面对他这样的真传弟子，哎呀，忍不住还是自卑啊。二小姐误会了，我在入赘之前呢，只是一个散修，这双修之事呢，也是听说。我对玉瑶呢是真心的，绝对没有提前谋划，还请二小姐明鉴。二姐，双修的话是我自己选的，跟夫君没关系，他从来没有对我不轨。四姐、梅姨都能作证。梅姨，你看这位真传弟子又拿身份吓人了，眼光真不怎么样。4系伪灵根还胆。二姐，不许你这么说我夫君。夫君他虽然是4系伪灵根，可是修为和我相当，说不定他能提前进入筑基中期呢。若不是阴阳归元法和柳家资源，他这资质，寿元境前能筑基就不错了。二姐，你看走眼了，我夫君可是仙宝楼的2等客卿，更是4阶符师。玉清，这次你真的看走眼了。青言他沉稳有谋，入万宝楼也只是为了压我体内的灵煞蛊。而且他虽然是4系伪灵根，但他是纯阳之体。夫君，你是纯阳之体，怎么从来没告诉过我呀？玉瑶，之前我在泽城的时候啊，碰到了风月阁，也才知道有些秘密，就是最亲近的人也不能说。梅姨，你也不知道吗？我也是刚知道，之前我的真元被封，所以未能。柳家主母梅师宗，当年潜入青阳仙宗，随老祖修炼。护山仙人遗迹10多年前被开启，如今显化极为凶险。青阳仙宗联合各方开启，我随师尊来青城，要去历练。玉清，你刚刚筑基成功，这件事情太危险了，回青阳仙宗。二姐，金丹期都容易受伤，别去。这是历练，师尊说归来对修炼大有裨益。历练虽然重要，不过这遗迹能让金丹期都陨落，你还是三思吧。若是临行前，我能体会一下纯阳灵体的妙处。这向来清心寡欲的二姐，也要和我们争夫君了。有这个捷径，我不想错过。这刚开始以为他打卷，现在来真的。他是天灵根，好感度难提升。我要去护山，可能回不来了。金手指极限未至，浪费面板怎么办？终究实力不够啊！怎么，你不愿意？论资荣资仙，青阳仙宗内门屈指可数。多少内门亲传弟子想和我结为道侣，宗主亲传都曾暗示，我可都拒绝了。玉清，双修这件事情讲究你情我愿，不然反而无益。夫君是纯阳灵体，近日我跟小妹身体不适，你若愿意收了你便是最好的。二姐有意，你把她收了吧，她可是不屑双修，不过她尝了好处，态度会改。我去，她是你二姐啊，这样不妥吧？再清冷的女人，尝了禁果，自然改观。与夫君双修，只能用归元功。那是自然，若用其他功法，会毁坏。
你真是胆小如鼠。纯阳灵体筑基期，我主动双修，你却谨小慎微。木属性的术法和傀儡师领悟，可他要去护山，那个地方太危险了。二小姐，还叫二小姐？玉清，你能不能不去护山了？你要养我？二姐，你给夫君吃了什么？浩元丹，5阶恢复丹。玉清，你去护山修炼，路途十分危险，把这么珍贵的丹药用在我身上，太浪费了。我带了不少保命手段，还有几颗浩元丹。这个是雷光符，对筑基期有效；这个是护神符，可以保护神魂。我是4阶符师，只能练1招。有个服侍夫君就是好。替死玉符，主母当年给我的，你这次去护山能用上。这太贵重了。玉清，你就拿着吧，你能平安回来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会平安回来的。玉清，这是青阳的不传之秘，走漏了可是叛宗之罪啊。梅姨放心，我有打算。师尊说仙人一祭开启就让青阳灭宗，我得为夫君筹谋啊。二姐，这个快拿走，我们不能要。这是青阳仙宗的法宝？不是给你们，是给夫君的。你是仙宝楼客卿，没有高阶功法，记住，非生死关头不能用，等到了元婴才可以。我，玉清的心意你就收下吧，万一遇到危险的话，能保命。哦，哎呀，这2部功法要是漏出去了，青阳仙宗肯定会杀我，得尽快背下来销毁。柳师姐，周师兄请见。不用回避，周师兄是师尊真传，不是外人。柳师妹，原来有客人在。周师兄这个时候来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师尊让我们过来集结。周师兄稍等，我去拿点东西。二姐的师兄看起来好伪善呢。别乱说，会让二姐难做的。梅姨，你们在此等候，我去拜见师尊。柳师妹，你身上的气息怎么不一样？周师兄，我是你师妹，不是侍女，我要做什么不需要向你报备。梅姨，柳师姐让我传话，她已经动身去护山历练，勿念。啊，护山，玉清不会有事吧？梅姨，二姐吉人天相，自然会平安回来。对呀，梅姨，二姐那么厉害。等我变强了，一定要保护好。道侣好感度、灵根资质、服饰、丹师进度都涨了，该试试名扬仙经了。夫君，我要像夫君一样修行，二姐不回，我就去护山找她。放心吧，玉清没事儿。我也会加紧修炼的。我准备修炼名扬心经，你们暂时不能拜入紫云宗，就跟我一起修炼吧。2时辰抵平时6时辰，丹田气团也炼化完了，不必谨小慎微。名扬心经是完整的。名扬心经是什么品阶？该是玄阶上品。那我修炼的长青功呢？是凡阶上品。内功分凡阶、玄阶和灵阶，而每阶呢又分上中下等，是仙门的根基。寻常仙门会因此而战。记住，关于青阳仙宗的事情，我们私下也不能议论。昨晚仙门魔门都派云传去护山，一季要开了。
青阳仙宗之前封锁消息，现在搞不定了，才跑出来寻找各大势力。这云船最差的仓位也要500下品灵石。刚才议论者被青阳仙宗当场带走，反抗者被当场击杀。青阳仙宗的危机果然来自护山遗迹。刘玉清传的那2部功法，怕是早有预警。你偷笑什么？我当初遇到劫修，险些身死，幸好入赘柳家。要不是觉醒了金手指，我或许也得去护山寻良机了。夫君有运道加持，我们跟夫君一起，会不会也带来好运？说不定呢。那我也要和夫君一起修炼，以后成为元婴大修士。陈公子，雷大人已离开京城，让几位尽快乘仙宝楼的云船去雷城。知道了，我们收拾一下东西就出发。雷青林派咱们尽快去雷城，可能是京城境内有大事。仙人遗迹刚开启，仙宝楼得到消息了。我还想等二姐回来见母亲，咱们正要走。我必须要确定玉清是否还活着，再决定走不走。要是我没中灵煞谷就好了，倒能亲自去护山看看。陈道友，在下杜立言，仙宝楼青城分部大主事。魔门派大量云船来征苦山遗址，占灵山立派，青阳仙宗不让，要打仙魔大战。1000年前魔门覆灭，如今死灰复燃，仙宝楼撤不撤？有元婴大修士在此，大战升级再退。我有好友去护山修炼，我得再多等些时日。我认识青阳仙宗内门弟子，可帮你打听消息。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陈道友是4阶符师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我还有事，有消息传你，告辞。夫君，仙宝楼大主事找你何事？魔宗派云船想占遗迹，占灵山，打仙魔大战可能会升级。青阳仙宗不会让，大战免不了。那咱们先暂时留下。一个月，玉清要是没有回来，你们先去雷城，我找到他会合。夫君往仙宝楼跑，可是为了剑胎？青莲剑诀需要养剑，杜立言找的那些剑胎都不合格。唉，这阳血鬼蟒内丹压着灵煞谷，每日子时都耗我半分体力，但这剑胎，我倒是有一笔。这剑的纹路中竟然暗藏青金器。没错，这是青金云器，是当年我在遗迹捡到的。你我之间不分彼此。若若，谢谢你。这剑谱和这2本心经，记熟就毁，不然会被青阳仙宗查到。昨日我已经背完了，明日我就用真火焚了。快拿剑试试吧。青阳养剑，以血为引，以气为媒。终于收进丹田了，现在就等剑。陈前辈，杜大主事有请。带路。杜大主事，陈前辈已带到。请陈道友进来。青阳仙宗的人在里面，情况我说明白了，进去说。仙宝楼新来的4阶符师，就是你？正是。这年纪是4阶，将来季风，青阳仙宗内门弟子，管护山宗门事务。你要问什么？哦，贵宗亲传弟子，近10日曾去护山历练安抚。10多日前，确有追传前往护山历练。哪位？刘玉清。柳师姐，柳家有元婴老祖，不能得罪。我二姐。阁下是？柳玉书，柳家老四，本要入青阳仙宗，后家便未去。原来是柳小姐，失敬失敬。虎夫君带我问二姐消息，不必隐瞒。玉书近几日要走，心系二姐，所以我替她询问。实话，不是我不愿说，
是不能说。唉，也罢。柳师姐跟着明阳老祖去前往仙人遗迹中心历练，可这遗迹不久前很不牢固，此行恐怕九死一生啊。若有二姐消息，劳烦传信杜家大管事。我现在是4阶符师，将来必定晋升5阶。若有事情，尽管联系我。自然。二姐九死一生，若魔道真与青阳开战，仙宝楼未必能全身而退。你跟我们去雷城吧。我在这儿等玉清。留在青城有风险，但比起历练弟子，主母，真的是你！柳家遭难时我不在，是不是让你受委屈了？没有。仙门望族魔门围攻那几日，我倒跟魔王过了几手，刀比养尊处优时管用。你和玉瑶玉叔离开兰城，没有遇险吧？这段时间我被魔修追杀，差点身死，还好有陈青言用符术救了我。我和玉瑶说，计划和陈青言一起离开青城。那陈青言是4系伪灵根，如今居然筑基了，还是4阶符师仙宝楼2等客卿。上次见他的时候，还在兰城街头卖1阶符纸呢。我这条命都是他救的，仙宝楼的老符师还说他福到天资，以后未必成不了5阶符师。玉清和他双修的事儿，可不能让主母知道了。主母最看重玉清的天灵根，要是知道他和4系伪灵根的小子在一起，肯定要发怒的。那要是真成了5阶符师，倒真是玉叔和玉瑶的福分呢。5阶符师的面子，连元婴修士都要给几分。小的陈青言见过主母。柳家前主母突然出现，我和柳家3位小姐双修过，尤其是柳玉清的天灵根，她要是知道，会不会直接镇杀我呀？柳家已经不在了，不必行这大礼。小的能有今天，全靠入赘柳家。柳家的恩，小的记一辈子。主母还是主母。这小子心性不错，可惜是4系伪灵根，不然我把丫头们都许给他。主母，陈青言值得托付。这是青木玄指诀，媲美灵级的木系术法，练好了配合4阶灵符，能打仙门筑基弟子。小的多谢主母赐法。母亲，瑶玉叔，真的是你啊！傻丫头，还